周二，川普总统表示，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芝加哥市的犯罪率正在大幅下降。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请介绍一下安全执法人员在芝加哥取得的成绩，还有未来的执法计划。你好，陈月。周二呢，川普总统发文宣布，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汽车盗窃、枪击、抢劫、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的各类犯罪呢，都已大幅的下降。他说，自从国土安全部几周前在芝加哥启动闪电行动以来呢，当地的枪击案下降了35%，抢劫案下降了41%，劫车案呢下降了近50%。而这仅仅呢是初期部署了少量联邦力量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随着投入更多的资源呢，这些数字呢还会继续下降。国土安全部也表示不会停止在芝加哥的行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呢还宣布为新进员工呢提供高达5万美元的签约奖金。这项奖励呢包括招募遣返官员、律师和调查员等职位而推出的奖金呢可能会分期发放。同时呢，埃什还欢迎退休的特工和员工呢重返岗位，将为符合资格的退休人员呢提供双倍的薪资。根据声明呢，大多数职位呢为全职，聘期呢为1到4年，并有可能续约。陈月。好，另外，周二，川普总统还发文表示支持德州州长阿伯特的竞选连任。张亮，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的。明年呢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超过30个州呢将举行州长选举。那川普昨天发文说，格雷格·阿伯特呢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强大却备受尊敬的州长，丹·伯特里克呢是一位杰出而有力的德州副州长。那感谢他们大幅改进，让德州呢重新划分国会选区。那德州呢将有机会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呢选出5位新的共和党人。同时呢，他们不遗余力地捍卫德州的价值观，发展经济、减税、减管，支持我们杰出的农民和牧场主，推进了美国制造，维护边境安全，阻止移民犯罪等等。因此呢，他支持阿伯特连任州长，丹·伯特里克呢连任德州的副州长。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呢，共和党加州州长候选人河滨县的警长查德·比安科在竞争激烈的初选民调中呢，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有望接替即将卸任的州长加文·纽森。另外呢，在今晚，美国总统川普呢预计将在白宫与几位顶级的企业高管举行私人晚宴，其中呢或将包括摩根大通、纳斯达克的首席执行官，凸显呢川普正在努力深化与企业领导人的关系，以便呢加强美国资本市场和国内的产业链。周四呢，预计川普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以加强寄养制度，重点呢支持寄养青年透过教育、就业和职业发展呢等方式正常的融入社会，防止人口贩卖等问题的发生。那在11月10号，也就是昨天呢，川普表示可能会起诉 BBC， 因为呢 BBC 对他的演讲呢进行了篡改，欺骗了公众。陈月。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川普政府持续打击外国毒品走私。美国战争部11号证实，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抵达了拉丁美洲。面对在加勒比海的美军舰和军队的大规模集结，委内瑞拉持续动员军队，准备回应。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底下令福特号从欧洲赶赴加勒比海地区。美国海军11号宣布，福特号已经抵达美国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区域，涵盖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地区。美国战争部表示，部署福特号航舰打击群有助于打击毒品走私，削弱和瓦解跨国犯罪组织。And I think that new paradigm is there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is keen to show that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designations for cartels in Latin America have consequences, in this case, lethal consequences. Second,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s that Maduro himself and his regime is implicated in these kinds of activities. 委内瑞拉国会11号通过新法案，设立了全国综合防卫指挥部，紧张局势升温。Así que procedo a firmar y a ponerle el ejecútese a la ley de la creación de los comandos de defensa integral a nivel nacional. 在福特号打击群抵达前，美军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部署硫磺岛号2栖突击舰率领的2栖待命群，超过4500名海军与陆战队员。随着福特号到来，当地已有1.5万名美军。新唐人亚太电视池千里实习记者陈灵芝综合报道。
泰国警方表示，缅甸 KK 园区的幕后金主之一佘志江，周三从曼谷被引渡回中国。佘志江3年前被捕后，公开披露自己是中共国安人员，并且与中共最高层有往来。他不断地表示，他知道太多机密，如果被遣返，一定会遭到中共灭口。周三，泰国警方将身穿白色上衣、被通缉的赌博大亨佘志江押送至素万纳普机场警察局。随后，拥有中国及柬埔寨双重国籍的佘志江又被押出警察局，坐上警车带走。泰国警方称，佘志江周三会在曼谷移交给中共当局，引渡回中国。3年前，泰国警方在北京的要求下逮捕佘志江，北京指控他经营非法网络赌博活动。佘志江2023年在泰国监狱录制视频，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共国安人员，担心会遭到中共灭口。他们呢想要遣送我去中国灭口，我发誓，我绝不会自杀。去年8月，佘志江通过泰国监狱提供的视频探视系统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声称中共是想要殖民地，而他只想做生意。我接收了很多这个中国公安部和“一带一路”的这个机密啊，一些事情呢还和最高层那位呢有关系。我被送回中国，一定会遭到灭口。北京称，佘志江涉嫌在缅甸经营线上赌博和赌场，造成超过1.5亿人民币的损失。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世界各国近期都在配合川普政府追查太子集团的诈骗洗钱案，然而中共却选择硬杠，声称美国窃取了太子集团首脑陈志的比特币，价值约150亿美元。与此同时 ，FBI 局长近日也秘密访问中国，讨论芬太尼和执法问题。美国司法部起诉柬埔寨的诈骗团体太子集团后，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都在协助追查太子集团。然而，中共却在将近1个月后才突然针对此事发声。中共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9号发布报告，指控美国可能策划了骇客攻击，窃取了太子集团首脑陈志所持有的12.7万枚比特币。太子集团随后也发声明应和中共，反驳美国政府的指控，还聘请美国的律师，要求法院延长60天执行没收程序。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发表评论，不过彭博社报道也指出，中共近期经常指控美国发动网攻，然而这些指控往往比较笼统，没有提供详细的证据。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传出在7号秘密访问中国，除了讨论芬太尼问题，执法也是议题之一，使得美中台面下的交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李义宏整理报道。针对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要斩首日本首相的言论，受到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一致谴责，要求北京当局做出负责任的回应。日本自民党周二召开外交部会等联合会议，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宣布，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坚定举措，包括宣布薛健为不受欢迎人物，日本可以无需说明理由将薛健驱逐出境。小林还说，薛健的斩首日本首相言论是对日本人民的侮辱，严重损害了日中关系。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国民民主党等日本在野党也谴责薛健的言论。公民党代表齐藤铁夫推文表示，这样的发文毫无品格，可以视为恐吓，是外交官绝对不应该有的言论。他已向中共驻日大使馆表达强烈担忧。议员联访也在社群平台 X 用日文和简体中文说，对中共总领事针对我国内阁总理大臣的极为不当言论表示强烈抗议。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安驻纯也批评薛健这一举动，认为这不会对日中关系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美国驻日本大使乔治·格拉斯发推文，谴责中共总领事威胁日本首相和日本人民，中共再一次暴露真面目。格拉斯还说，北京应该展现出其一再标榜的好邻居形象，但他一次又一次失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雨薇综合报道。中共近期宣称要跨境抓捕立委沈博阳，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赴国会报告时，谴责中共跨境镇压行径并非只是针对台湾，呼吁国际盟友共同合作，予以反制。
中共以政治理由对台湾个别人士单方面制裁通缉，近期点名立委沈伯洋，声称跨境抓捕，引起台湾立委关注。上周，民进党团第一时间释出了一个朝野共同声明的方式，先礼后兵，希望能够在朝野协商的场域，促成各党一致性的反制中国跨境镇压，而且是锁定我国国会议员的做法。中国当然没有权利恣意的去抓捕或者是通缉台湾任何一位公民，不仅仅是立法委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政府就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到立法院报告业务，就中共跨境镇压，重申中共对台没有管辖权，同时将与友盟研议反制方法。我们觉得他对于我们这样的一种跨境镇压，我们首先要反镇压。他的目的在侵略我们要反侵略、反并吞。这也立委要求台湾政府对中共跨境镇压有更积极作为。而总统赖清德前一天公开声援沈伯洋，并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维护国会尊严。现场的亚太电视胡宗汉、刘姿莹，台湾台北报道。中共的跨境镇压使许多国家都面临威胁。中共今年7月还所谓通缉海外的19名香港人，指控他们在境外筹组香港议会，涉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今年的G7峰会上，也公开声明谴责跨境镇压，推动国际合作防范。7月25日，近30个脸书账号转发香港警务处悬红通缉19名海外港人的贴文，指控他们参与组织香港议会。G7 在8月发表声明，谴责这项举动属于跨国镇压，简称 PNR， 并强调这种行为破坏国家安全、主权、人权以及社区安全。加拿大快速反应机制也指出，这份通缉令极可能与中共有关。先前，自由之家报告指出，中共是最大跨国镇压者，表示自2014年以来的直接人身攻击事件中，有214个案例是源自中国的，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中共跨国镇压手段包括监视、恐吓与威胁在中国家人、法律战、外交压力、收买媒体用假讯息诋毁等等。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ccurs when foreign governments reach across borders to intimidate and silence their diaspora communities and ex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When foreign governments target thes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arget U.S. persons living abroad, we at the FBI want to know about it. We have seen operatives from repressive regimes try to suppress dissident vo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stance,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China, Iran, and other countries. 美国 FBI 也建立检举管道，鼓励民众检举中共的跨境镇压，并强调明知故犯地帮助外国政府以美国境内的个人为目标，可能违法并遭致联邦控罪。新唐亚太电视胡宗汉、实习记者陈灵芝整理报道。多年以来，中共正不遗余力地以多种手段收买外国精英，要把这些人变成亲中共的力量。那么，中共是如何开展这些行动的？其最终目标是什么？本台记者杰克·布拉德利采访了政府问责研究所主席彼得·施韦泽，来看他的见解。彼得·施韦泽，欢迎您。我很荣幸。中共一直为一些有影响力的西方人提供全额资助的中国旅行，包括政要、学者以及像 MSNBC 的记者克里斯·海斯这样的人。中共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是其主要目标？中共有一套策略，并将其称之为精英俘获。换句话说，如果他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精英人士，无论这些人是在政界、媒体还是文化界，就能让这些人对中共和中国持更温和的态度，变得更加认同中共。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与西方精英人士建立关系，可能是恋爱关系、社交关系或是经济关系，目标是让这些人更加容忍中共的所作所为。因此，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在收买其他国家的精英，目的就是把这个精英阶层变成亲中共的力量。有哪些组织在执行中共的对外影响力行动？这是否是中共统战部的行动之一？
中共统战部的规模很庞大，会利用许多以文化为名的组织，例如位于洛杉矶、纽约或波士顿的中国文化协会等机构。这些组织实际上与统战部合作，而统战部本身是中共的政府机构。通常这些活动都以其他名义出现，那些人不会直接说统战部想邀请你来中国旅行，而是说这是文化交流、面对面交流或民间交流活动。但事实上，背后的主导者与控制方都是中共。在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该部通过一些私营企业或民间文化组织来推动这些事。中共非常狡猾，其有个说法叫小骂大帮忙，意思是他们知道被收买的部分精英有时不得不说些对中共不利的话。不过只要这些人总体上能推进中共的利益，那么中共则可以接受这些负面言论。用川普的话说，美中正在打一场贸易战，而我们也看到一些前美国政府官员在关税问题上站在北京的立场上说话。对中共而言，让内部人士替其做宣传，作用大吗？对中共来说，让这些人为其宣传极为重要。在川普第一任期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川普在2017年准备对中共加征关税，并对芬太尼等问题采取强硬立场时，中共有所回应。有去白宫游说吗？没有。然而，中共去了华尔街，去了洛杉矶的娱乐圈，找到了华尔街的企业高层。中共告诉这些人，你想进入中国市场，拿到好的交易，那就要在华府为我们游说。现在的情况也一样，看看关于 TikTok 的辩论，中共也没有为了挽救 TikTok直接向美国政府游说，他依赖那些在 TikTok 平台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商业人士和网红来替其说话。另外，还有早期投资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华尔街投资者，这些人才是中共寄望能在华府为 TikTok 游说的人。彼得·施威泽，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见解。谢谢邀请。澳洲情报首长周三警告，中共骇客组织正在渗透澳洲等五眼联盟国家的基础关键设施和电信网络。他特别点名中共沿台风及福特沿风两个组织，正在伺机窃取敏感资讯，并对基础设施发动破坏。在今年8月，美国 FBI 曾示警，中共沿台风已经入侵80个国家，至少200家美国公司。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局长博吉斯周三在墨尔本一场商业论坛上警告，中共多次试图渗透澳洲及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间谍活动在去年就让澳洲损失125亿澳元，但澳洲社会尚未充分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博吉斯特别点名中共骇客组织沿台风及福特台风。These hacking groups wor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agencies. Both groups were involved in the theft of sensitive information. But the real danger was the threat of sabotage, disruption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博吉斯表示，沿台风不仅渗透美国电信系统，也入侵澳洲的电信网路。今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多国机构曾发布联合报告，警告中共沿台风已入侵80个国家，至少200家美国公司，显示中共间谍活动针对全球。相较之下，福特台风的目标更具破坏性，主要锁定供水、交通、电信与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企图让中共在必要时能瘫痪关键系统。过去组织就曾入侵支援美军驻关岛设施的网络，为日后的破坏行动预做部署。Imagine the implications if a nation state took down all of our networks, or turned off the power during a heat wave, or polluted our water supply, or crippled our financial system. I assure you, these are not hypotheticals. 上周，博吉斯在雪梨罗伊研究院演讲时还透露，每当他公开谈及中共，中共官员就会多次向澳洲政府及企业界抗议，但博吉斯强调，这不会动摇他的决心。新唐人亚太电视叶恩杰编译。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对参议院通过的修订版临时拨款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来看记者路易斯·马丁内斯的报道。It's going to be good to get back on that floor tomorrow and vote
for this continuing resolution, the same one basically that we voted on September 19th to fully fund the government. And now 3 appropriation bills that we have previously passed are going to be attached to that. 国会1个多月来首次复会，众议院已经准备好对参议院通过的重启政府的修订版持续拨款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不过，这项由参议院2党达成的协议，只是将拨款争议推迟到明年1月底。民主党人不排除强迫政府再次关门的可能。如果提案通过，1月30号将迎来另一个拨款截止日。到时候在医保法案上，如果你们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会让政府再次关门吗？ I mean, we're going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we get to it.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dealing with the bill that's coming over from the Senate. 众议院民主党人对参议院民主党领导层感到失望，暗示他们将投票拒绝重启政府。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不能确保参议院达成的延长或改革评价医疗法案的协议能在众议院投票表决。 Look, we're going to do in the House what we always do, and that is a deliberative process. I mean, we have to find consensus on whatever their proposal is. As you know, I do not guarantee the outcome of legislation. 目前，民主党人已在考虑如何应对明年1月即将到来的拨款之战。 And we need to have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as a caucus in both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which is to say, when we align on our asks for the January funding deadline, they need to be things that are impactful for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y need to be deliverable.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要让所有共和党众议员投票支持才能重启政府，或者必须让一些民主党人联手才能结束政府关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路易斯·马丁内斯，美国华府报道。 周一晚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将为政府持续拨款到明年1月30号，为食品券、军事建设和退伍军人服务等拨款，到本财年结束的明年9月底。众议院将会在周3对这项法案投票表决，如果通过，就会送交总统办公室签字生效。那么，政府重新开门终于露出了曙光。 这次政府关门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项的临时拨款提案能够打破政治僵局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翁教授您好，欢迎您。那么在您看来，这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好，那么在您看来，这项拨款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胜算会有多大？还有距离政府重新开门究竟还有多远？ 是的，其实这项拨款法案既然参议院通过，事实上非常不容易哦。尤其是参议院，我们看到了有8位民主党或者是非共和党的人士参加了这样的投票，事实上就已经代表了面对政府关门的僵局，已经有心想要解决。 代表的是同时代表的是双方呢2党都已经承受到了不少的压力，因此参议院过关了，在众议院今天周3即将要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来应该是可以，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可以顺利过关。而美国总统川普也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如果过关的话，他会愿意来签署，代表的是。 如果今天的这个众议院投票表决之后呢，很有可能在48小时内，总统签署的48小时之内，联邦就会重新开门，那当然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运作。不过，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事实上，就算是联邦正常的开始运作，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哦。毕竟过去这段时间已经是史上最长的关门，所以很多的运作呢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重新开机、重新重启。另外一点呢，也很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重新开门哦，它代表的也仅仅是民主共和2党的政治对立的休兵，而不是真正的把所有的分歧都化解了。事实上，只是在延后一些争议。在接下来，我们看到12月中关于 ACA， 也就是平价医疗法案，以及接下来在1月下旬之后，还有其他的争议，还是会重新浮上台面。短期之内，当然我们乐见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但是重新开门后续的挑战还是不少的。 好的，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次众议院能够进入到投票表决这一步呢，是因为有8位民主党参议员愿意和共和党人合作。那么在您看来，2党在联邦政府预算这个议题上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难以调和？
是的，其实分歧很简单，基本上就是要花多少钱，钱要花在哪里。所以事实上，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呢，事实上在针对预算的配置上面，从来都不是完全的一致的。譬如说，民主党呢就会非常期待，就是在社会福利，尤其是医疗保险的部分，能够多一点的预算。但是共和党的部分呢，就会认为说，像这样的一个预算应该能够减少，甚至应该把国家的预算呢，重点应该要放在譬如说移民或者是治安的维护哦，所以双方的分歧当然就在这里出现了，毕竟是有限的资源要做如何的配置，而双方呢在考虑到自己的选民有不同的要求的情况之下，如何花钱怎么花钱就变成了重要的分歧点。另外呢，其实在于就是在政治的考量上，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毕竟都必须要跟自己的选民交代哦，在目前政党非常对立的情况之下，尤其是我们知道白宫的川普总统跟目前两院都是共和党站在比较多数的情况之下，共和党当然会比较强势的希望在整个预算的过程当中呢，是比较倾向共和党，在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比较倾向共和党，因此也会施加比较大的压力，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预算目标来达成。那民主党呢也会非常的强硬，认为说表达出强硬的态度才可以得到支持，所以双方的拉扯就变成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怎么花钱，要花在哪里，如何的分配，双方都觉得要做出一些政治的动作来做对抗哦。不过其实联邦政府的官媒也显示出来，近年来美国政府尤其是两党的对立非常的激烈，在这种激烈的对立之下，政府官门就变成了一种想要对选民宣示自己立场非常坚定的一个手段，这当然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说不是有利的情况哦。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立，短期之内还是没办法消除，那当然还是会针对预算如何使用，然后如何来分配，未来的分歧还是会很多。那当然我们也只能期待更多的政治人物多思考的是一般民众的需求了。那么再请问您，这场创纪录的政府关门危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还有民生方面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政府在开门之后可以很快的恢复吗？是的，我们说到的政治部分呢，事实上两党呢都想要对自己的选民做出交代。事实上，尤其是在2026年的期中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双方的这个政治人物呢，尤其是在比较摇摆州的，也就是选区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红蓝之分的这些选区的议员，会特别的在意这一场的这个所谓的联邦政府关门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呢，特别的会去希望能够赶快的恢复政府的运作。所以在政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选边。那对于经济的冲击呢，毫无疑问的，联邦政府的关门当然会影响到产业，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有一些争议的部分，尤其在预算的运用上面，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更不用说联邦政府的雇员在这段时间没有办法上班，造成的民生经济上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哦。至于民生，一般的老百姓在美国的联邦制度当中，可能日常的生活没有感受到跟联邦政府的直接关系，可是时间拖得越长，像是空中的运输交通，尤其是假期到来的时候，感受就会比较明显了。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很多的机场都已经出现了班机延迟或者是取消，民众越来越有感，也造成政治人物的压力越来越大。当然整体来说，联邦政府重启之后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呢？我们以航班来说，其实过去这40几天的联邦政府的关门已经造成航班调动失灵，而且呢很多的飞机都不在它原来的机场，这样的状况都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消化。换句话说，今天就算联邦政府立刻的重启，从空中的交通到地面的运输到其他的譬如说邮政系统等等，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哦。如果能够在感恩节前恢复到大部分的这个正常的状态，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当然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好的，非常感谢翁教授。翁教授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解答。那么今天下午众议院投票将会如期举行，投票结果呢，本台也将会为您带来持续的关注。我们继续再来看，周三，美国总统川普致信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希望他能赦免总理内塔尼亚胡，因为他对以色列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May I have an idea, Mr. President? Why don't you give him a pardon?
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呼吁以色列总统赦免内塔尼亚胡。如今，川普正式为此致信给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周三，以色列总统办公室表示收到了川普总统的来信。川普在信中说：“我再次呼吁您全面赦免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位坚定果断的战时总理，如今正带领以色列走向和平时代。我相信，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这起案件是政治性的、不公正的起诉。内塔尼亚胡2019年被指控涉嫌收受大约21万美元的礼物，包括香槟和雪茄。内塔尼亚胡始终否认所有指控。”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wartime presidents.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wartime presidents. And cigars and champagne, who the hell cares about that? 在以色列，总理是实际掌权者，总统则是象征与礼仪角色，但拥有豁免权。如果贪腐罪成立，内塔尼亚胡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不过，目前还没有最终判决。川普的建议为这场官司增加了新变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刘芳综合报道。美国转折点的校园辩论会周一首次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恐怖组织安提法在现场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已有多人被捕。美国司法部和反恐特遣部队正在介入调查。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要调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安全。此前，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在 X 平台发表影片，显示转折点周一在伯克利分校的活动现场发生暴力冲突。独立记者尼克·索特在推文中说，安提法正在纵火，与会者被紧急疏散到室内。安提法已经把加州伯克利的美国转折点活动彻底变成了一个战区。司法部助理部长哈米特·迪伦转发了这篇推文，并回应说：“我们早在2017年就在伯克利见证了这一切，当时起诉并达成和解。司法部将调查事件的始末。我注意到多个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涉及校园和地方治安，以及安提法组织在加州肆无忌惮的运作。这场活动是创办人查理·科克9月遭暗杀后，美国转折点在加州的首场活动。”也是美国回归之旅的最终站。周一下午，一些示威者聚集场外，高喊“转折点必须走”。主办方描述，安提法暴徒冲进了活动现场，有人戴着头巾和围巾，与警方和参与者爆发流血冲突。美国转折点幕僚长麦基·麦考伊在冲突爆发时迅速发文说：“安提法正在冲破警方封锁线，威胁我们的参与者。”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二推文谴责安提法是生存威胁。他警告，联邦调查局领导的反恐特遣部队已经对昨晚在伯克利分校爆发的暴力骚乱展开全面调查。我们将不惜一切揭露实施和策划政治暴力的人。安提法是英文反法西斯的缩写。川普总统9月签署行政令，认定安提法为恐怖组织。尽管场外一片混乱，主办方表示，他们几小时的室内活动进行顺利，没有受到干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阿林·理查兹、安琪、荣誉，纽约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近日证实，川普总统已经撤销了8万份非法移民签证，这些签证持有人犯有酒驾、攻击、盗窃等罪行。这一行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会对美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台记者马东采访了外交事务分析师、资深国际法律师杰拉德·菲利蒂，来听他的见解。杰拉德，欢迎您。川普政府拥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权，能如此大规模地撤销签证？根据美国的移民法规，行政当局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撤销签证或拒绝外国人入境。而且作为入境条件之一，签证持有人必须同意遵守一系列规定，包括不得犯罪，也不得持与美国政策利益相抵触的立场。因此，对于持临时签证、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等人士，如果其行为不当，政府拥有相当大的处理空间。您如何看待川普政府对签证持有者社交媒体账号的审查？这样做是否合法？
对于大多数签证持有人来说，政府的行动是合法的。对于大多数没跟美国签署签证互惠协议的国家，美国签证申请人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他们需亲自到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面试，并提供各种个人资料与背景资讯，包括犯罪记录审核等，才能获得签证。而美国这种做法并非首例，签证系统都是这样运作的。有6名外国人因为庆祝查理·科克去世被撤销签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在美国境内有效，而美国移民法中历来就有一项额外条款，不让签证持有人享有与美国人一样的全部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原因很简单，政府有权决定谁能进入美国，并审核其入境理由。因此，当一个人持签证来美国，就像到别人家做客一样，不能拥有与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公民相同的自由权。多年来，法院对于美国公民享有第一修正案权利和签证持有者所享有的有限权利有明确的区分。当外国人发布惊悚言论或伤害性言论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时，或者宣传谋杀、煽动暴力行为时，这种言行不会受到美国公民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您能谈谈本次大规模撤销签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吗？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大学校园，因为大学生是受影响最广的群体之一。许多学生，尤其是哈佛等高校研究生，都来自中共国或其他受惠于美国教育体系的国家。撤销他们的签证，或许会让美国的教育环境朝更好的方向改变。这也向外国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们对美国是什么标准，美国将以同样标准来对待你们。多数国家本来就对移民和访客有严格限制，而美国现在只是跟他们一样，对入境的外国人进行审查而已。很高兴与您交谈，谢谢您。我很荣幸，谢谢。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